蓝胖子这保姆当的也太难了，照顾大熊本来就是史诗级任务，还有2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他，干不好就要被遣送回未来。明明还有几百个年糕，却因为年糕制造机只能造259个，没法平分而大打出手。在22世纪看戏的世修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，多拉美却觉得他俩这叫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两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偷窥。这天，大熊蓬头垢面的叼着面包出门上学，非得蓝胖子督促才跑起来。目送大熊远去，250斤的短腿胖子竟然没忘记减肥的梦想，看个电视也能困到磕欠连天。不过一说有铜锣烧特卖，他就不困了。至于鲜贝，就留到大熊回来再一起吃吧。一回房间，又来了推销员。蓝胖子一想到人类制造机事件就冷汗直冒，但推销员表示那是新世界百货的锅，我们未来百货可不背。蓝胖子翻开硬塞给他的产品目录，出现了一段炫酷狂霸拽的太空战争游戏宣传片。有哪个男孩能拒绝成为宇宙战士呢？蓝胖子虽然自己没钱，一想到可以偷刷世修的卡给大熊买，忍不住露出了内涵的笑容。不过他到底还是干不出这种缺德的事儿，决定自己分期买。吃饱喝足的蓝胖子在壁橱里翻找着之前买了却没空玩的玩具，却死活想不起来放哪儿了，还不小心把4次元垃圾桶里的破烂全倒了出来。世修不禁感叹，自己都丢三落四的，还能照顾好爷爷吗？蓝胖子刚找到那个罐子，发现大熊已经回来了，特意留着的鲜贝被他一口吞了。接着又看上了产品目录里的蝴蝶飞，话音刚落，道具就送来了。大熊穿上就变成了大扑灵蛾子，扇扇翅膀就上天。大熊带着另一个去找静香，蓝胖子则被小咪邀请去屋顶坐坐。出发之前对着镜子一阵搔首弄姿，看来世修直呼他是个海王。明明还有成堆的猫女友，这会儿又有了新欢，身边有美猫陪着，蓝胖子是心花怒放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被胖虎2人套住抢了道具的大熊。蓝胖子刚拿出作为定情信物的鱼竿，就被穿着翅膀的胖虎小夫撞翻，鱼竿不翼而飞，小蜜也吓跑了。那一刻，蓝胖子的怒火足以烧穿整个地球，穿上蜜蜂翅膀就是针针戳菊花，1针、2针、3针，9981针后，屁股都快被炸成筛子了。好不容易抢回了翅膀，大熊不仅道谢时毫无诚意，还得寸进尺要蓝胖子给他喝的，气得他又开始说教了。世修本以为会吵起来，可蓝胖子嘴硬心软，还是拿出了花枝饮料。这时蓝胖子才想起铜锣烧特卖的事，还好来得及买到了。他刚要开吃，大熊就从窗子跳了进来，想要借蜜蜂翅膀打发走大熊这个惹事精。蓝胖子终于可以玩那个心心念念的玩具了，可静香却前来召唤。原来是大熊一屁股倒扎在了树上，蓝胖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把它拔出来，气得又开始叭叭。大熊却把锅推给道具不好用，两人一言不合互喷口水，一个说再也不帮，一个说再也不需要帮。直到晚上，他俩还背对背干饭。世修决定要把蓝胖子带回来，多拉美赶紧快进，只见蓝胖子又等到了时机，原来他一直想玩的是史莱姆。正当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时，大熊又来了。即使不用说，蓝胖子也知道大熊又被欺负了，又想借道具对付胖虎，说来说去还是帮了大熊。看来还是就让他们这样相处下去最好。那么你知道蓝胖子最后拿出来的道具是什么吗？